6枚匕首导弹刺向乌克兰，一天耗资30亿人民币，俄军这么打合算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在时隔几十天之后，俄罗斯再度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据统计，俄军在1天之内向乌克兰全境多处目标发起打击，一共发射了81枚巡航导弹和8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有34枚导弹被乌克兰方面拦截。要注意，此次突袭，俄罗斯一次性的就动用了6枚匕首式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前所未有的。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本轮空袭行动是对俄罗斯境内遭到恐怖袭击事件的报复。根据乌克兰军方公布的简报，俄罗斯军方发射了武器包括28枚 KS-101、KS-555 巡航导弹，20枚口径巡航导弹，6枚 KS-22 巡航导弹，2枚 KS-31P 空对地导弹，6枚 X-59 空对地导弹，13枚 S-300导弹，6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以及8架伊朗造的沙哈德136型自杀式无人机。为了发射这些导弹，俄罗斯空天军共出动了10架图95战略轰炸机、7架图22 M3 战略轰炸机、8架苏35战斗机、6架米格31K 截击机和3艘护卫舰。据说81枚导弹的耗资折合人民币约30亿元，至少炸死了6人。那么我们能从俄罗斯空天军的这次袭击行动中看出什么呢？首先，发射6枚匕首式高超音速导弹打乌克兰，从军事角度看似乎并没有太大必要。此举表明，俄罗斯是在强烈警告西方国家，北约提供的防空系统陆续进入乌克兰之后，使俄罗斯的常规巡航导弹的突防概率进一步降低。想要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所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大规模使用就成了趋势。一方面，俄罗斯要告诉乌克兰，引进多少西方的防空系统都难逃被打击的命运。另一方面呢，也在警告北约，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是世界一绝，根本没法拦截。第二，俄罗斯精确制导武器的产能仍面临严重不足，这样的袭击频率和打击规模不足以摧毁乌克兰的战争潜力。从俄罗斯空天军发射 S-300 防空导弹改装的弹道导弹以及使用的巡航导弹种类繁多的情况来看，这些精确制导的武器很可能是各个俄罗斯军工企业最近一段时间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俄罗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恐怕又要见底了。第三，这次空袭行动，俄罗斯更像是在打政治仗，想把乌克兰定位在纳粹的角色上。俄罗斯方面说，这次打击是报复乌克兰以反俄力量合作，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发起恐怖袭击。俄空天军用大规模的导弹战打击乌克兰，就是要给俄罗斯国内的民众一个交代，理由非常充分。乌克兰军队的纳粹化以一些反俄力量的合作，的确像是恐怖主义，这个连西方国家都无法否认。第四，俄军大量导弹被拦截，双方都耗资巨大，这也证明俄罗斯仍缺乏经得起消耗的廉价精确制导武器。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军队的这种打法并不划算。使用远程导弹打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一些基础设施受损，可能会对乌克兰民众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在战时状态下其实是可以接受的。而俄罗斯发起的导弹袭击战付出的经济代价会更高一些，所以从打消耗战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缺少美军常用的捷达姆滑翔炸弹这样的廉价武器是一个短板。毕竟一枚上百万美元的巡航导弹，美国都很难大量使用，更不要说俄罗斯那点军费了。总体而言，俄罗斯这次对乌克兰发起的大规模导弹打击行动更像是在打政治仗，暴露了自己在武器装备体系建设方面的不足，没有找到适应打消耗战的远程精确武器，意味着这样的攻击行动不太可能持久，也很难改变乌克兰战场的局面。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